我嫁给贺振东10年了，和他婚后的历任女友都见过面。每当他腻了想换人，我就是他跟每一个女孩提分手的最好说辞。如果嫁给我，你就会像他一样。最后因为太熟了，熟的没有一点点新鲜感。结婚纪念日，我在给他刚甩掉的女大擦眼泪，而他在带着新女友看电影。用完了一包纸巾，我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。于是我向贺振东提了离婚，他罕见的困惑了，不再等等，没准我就浪子回头了。我淡淡的笑着，没有回答，订了大洋彼岸的机票。等不到你回头，我先行一步。嫁给浪子需要修行。眼看我手里的纸巾越来越薄，脑海里没来由冒出这8个字来。坐在对面的女孩叫赵冉，今年大4，从进门已经哭了2个小时，算上她和贺振东蜜里调油的交往过程不过1个月，其实犯不上哭的妆都花了。我张了张嘴想劝，她突然红着眼看我。她说过我有点像你，这么看确实像。我一愣，贺振东的利刃没有说过这话。赵冉抽了下鼻子，又擦了擦眼角，卸磨杀驴，语带嘲讽。我最不需要你来安慰，你可比我可怜多了。可不是吗？整个护城的人都知道贺振东娶了贤妻，贤惠到被绿了一次又一次，还要替他哄前任。他婚后结交的每一个女孩，我都称他们是前任。原配的脸面都不要了，手机嗡嗡的响，是贺振东发来的消息。还没完，电影快开场了。我扣在桌上，对上赵冉又红了一圈的眼睛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尽管说，我会帮你争取。这话我说了无数次，娴熟的像正在裁员的 HR。他哼了一声，嗖了站起身来。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要点什么吧？钱、车、房子，要点扎实的握在手里的东西也行。他眼神越发的冷，抬手把冷透的咖啡缓缓地从我的头上浇下。我怀孕了，我要生下来。我哑然地看着他，忘了再劝，勉力让一丝苦笑不着痕迹地划过。贺振东，你答应我的，终究是一样也没做到啊。我湿漉漉地坐进副驾，贺振东在打电话，毫不避讳，我听得出是他身边有了新的女孩。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安全带，抠得指尖发疼。对面不知说了什么，他笑得眼尾细纹乍现。好了好了，晚上我去陪你。挂掉，发动车子，他朝我微微偏头看过来，握着方向盘的手却乍然收紧，脸色一沉。他泼的我已经抽了纸巾一下一下擦着头发，或许是看我不作声，他凑过来接过纸巾，别动。我本能抗拒的往右挪，被他冷声拽进怀里。他掐的还算用心，只是眉心紧蹙，脸色难看。你就坐着不动，让他泼你。顾新明，你以前冲我张牙舞爪的劲儿呢？以前。从见到赵冉以后，盘踞心间的失重感一点点的扩散。我冷着脸从他怀里挣脱，淡淡的说：“我总不能冲一个孕妇发脾气吧？你说呢？”他面上讪讪的，却仍绷着脸执拗的给我擦。此后全程我们没有交流，他开车，我看着窗外，余光其实瞥得到他时不时的探寻的看我，心底的涟漪一圈圈的荡漾开来。失望早历经千山万水，越过了绝望，只剩了麻木。电影看得心不在焉，贺振东几乎一直在低头回复消息。所谓结婚纪念日的仪式感，伴随着电影落幕，早塌陷成了废墟。可笑的是，散场后我还要坐在他身边看他表演，邀请的都是至亲好友。护城贺家的请柬早半个月就送达了。席间觥筹交错，贺振东一边应酬一边亲手给我剥虾，面前餐盘里堆了小山，我却怔怔地看着他挽起袖子露出的手腕出神。谁的小皮筋呢？心下翻涌的恶心感早让我胃口全无。一个会为你亲自剥虾的人也未必爱你，一个婚后10年都不忘纪念日的人也未必爱你，一个连洗澡都不会摘掉婚戒的人也未必爱你。我该谢谢贺振东，这一切都是他教会我的。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甚至门当户对，但那都是说贺振东和我姐姐顾真的。对感情尚且一知半解时，我也知道顾家贺家早有结亲之意。不是没见过姐姐与他约会时脸颊羞红的模样，也不是没见过狂妄出名的贺振东独独在姐姐面前安安静静的样子，不然年少懵懂时，我又怎么会默默地收起特地为他搜集的唱片？三人行，我只是姐姐的影子。情谊升到正我的高度，哪还有我的立足之地？变故横生在姐姐20岁那年，一向端庄娴静的姐姐逃了订婚礼，却死在了那趟失事的航班上。伴随着她的日记被揭开，顾家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危机和丑陋再也没了遮羞布。原来娇羞也可以装的，姐姐身不由己的在做父母的筹码。联姻的背后不再是完美的爱情，只剩了我父母的蝇营狗苟。她唯一一次为自己却搭上了性命。我几乎是承载着整个顾家最后的希望去仓促的订婚结婚，挽回贺家的颜面，挽救顾家的濒临破产。整个过程里，我甚至来不及细细体味是悲戚多一点还是欢喜多一点，哪怕是替补，我依然嫁给了少女怀春时就爱的那个人。但交换戒指时，只有我是怦然心动的。
甚至亲吻新娘的环节，贺振东在我唇边轻拂而过，只留了一句日后让彼此耿耿的话：既然不愿，干嘛勉强？彼时我们说好了，各取所需。但10年婚姻到底是我唐突了，他什么都为我做到极致，却依然是不爱我的。晚宴结束已过凌晨，分不清是酒醉上头还是单纯的头疼。我上了车，一直在昏沉沉的睡，隐约听见贺振东开着免提在和新的女孩调情，那些情话百转千回，他说不腻，我都听腻了。停顿的间歇，他似乎伸手探我额头了。猛然车子急刹，好像爆了句粗口。你发烧也不说。他的电话匆匆挂断，像是手忙脚乱的给我盖外套。我好像听见他叫了我的小名，欣欣。大概多半是烧糊涂了，我苦笑着勾了勾嘴角。他从来叫我都是连名带姓的，生怕少一个字会让我妄想他当初想娶的顾家女是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或许更脆弱，也更清醒。油然而生的倦意，对他，对没有回应的感情。车子重又驶动，速度和失重感让人分不清几许。他似乎不住地在接听电话，快了，医生会没事的，亦或只是我的幻觉。直到车子再次停下，我吃力地抬头，看着他解开安全带跳下车，朝着医院门口那个瘦削的身影冲过去。赵冉在他的怀抱里被紧紧地包裹住。刚刚那些不成句的话终于凑出了完整的意思。等我，别冲动，就快到了，乖，会没事的。每个字都是对他说的。隔着不算远的距离，我听见他委屈的哭声，也听见他温柔地哄着我：怎么会让你做伤害身体的事？好了好了，不分手了，孩子的事我们从长计议。思绪裹挟着痛楚，把我藏在心底深处的记忆抽离出来。在我们婚后半年时，其实有过一个孩子的。那时我一面在贺家谨小慎微，一面替顾家奔波，只是还不等我察觉，孩子已经胎停。我忘不了贺振东当时出现在病房外冰冷的声音。这样也好，本来就不该有的。那天以后，我们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他继续做他的浪子，只要顾家一息尚存就好。他尽管去只谈恋爱不结婚，只要不闹出人命来。现在是他食言在先，顾家早伴随着我父母的相继离世成了空壳，而他，我也不想再勉强了。我靠在车窗上，呼吸间尽是炙热的气息，看着他安抚好赵冉，重又回到我面前来，拉开车门，把我的手搭在他脖颈间，抱着一路往急诊走。我隔着他的肩头，看着赵冉吸了吸鼻子，轻蔑地盯着我。在他经过时，不甘心地试图去抓住他的衣襟，却落了空。他走得大步流星，那张最好的雕刻家也无法逾越的俊逸面孔上神情掩却。他总能给我一些错觉，无论他流连多久，总会回头。这次我摇了摇头，先清醒了。贺振东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的脚步一致，目光却未落在我身上。离婚好吗？他面上的表情很复杂，从阴沉到困惑，最后也只是一声轻笑。怎么不再等等了？没准过几年。他扫了我一眼，笑意满是戏谑，我就浪子回头了。我也笑，眼眶有点发热，大概烧得又高了些。怎么办呢？没新鲜感了，咱们拜把子吧。一刹那，贺振东的脸僵住，过于用力咬合的牙齿让脸上的肌肉绷成一条，还不够有新鲜感。我眼前已蒙了一层水雾，仍竭力地笑着。我们就不该结婚，应该像你当年说的那样。顾新宁，我和他拜把子还差不多，贺振东当然早就不需要和我拜把子了。顾家也在这10年间尽数得到过贺家的照拂，早就成了拖累，所以我们离婚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贺家上下似乎都松了口气。我挺着不退的高烧，硬生生签了离婚协议后，又昏睡了2天。醒来时，床头那份协议最末已加上了贺振东的名字。我有那么几秒愣住，随即茫然之余有几分心虚。协议算不上光明磊落，更谈不上潇洒。这些年每帮他解决那些前任，都会收到他的转账，我一笔笔的存了，眼下却还在财产分割上处处为自己铺后路。他那么精明的人，不会看不出我的贪得无厌，却还是毫不犹豫的签了，多少让我怅然了许久。或许离婚2字，他早就等着我开口了。就算花钱消灾，也好过再浑浑噩噩的与我捆个10年。量了体温恢复正常，我拖着有点乏力的身子收拾行李。冗长的10年收拾完，也仅仅只是2个装不满的行李箱。我拖着下楼，佣人和司机屋内屋外的看着我。顾小姐，需要通知先生你要走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必了。于是谁也没有说再见，谁也没有再上前，他们只是僵停了2秒，就重新去忙各自的活计。我不觉黯然，连他们也早看清我只是一个过客。当叫来的车子驶出贺家，我没有再回头。从幼年时开始的记忆，终于到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司机在寂静之中问我需要纸巾吗？我才察觉到自己满脸是泪，明明是该觉得解脱的。但困在牢笼里的鸟，陡然间重获自由，也会不适应。
从贺家到机场，我换了登机牌，也换掉了卡。踏进机舱后，几乎就陷入沉睡。这几日，我都像有无尽的困意，失了重心，只想在梦境之中无声地舔舐伤口。10几个小时后，我终于落地大洋彼岸。此时，我并不知道贺振东为了找我，几乎把护城翻了个底朝天。不都曾是顾真想抵达的地方，他没来，我来了。漫步在日渐萧条的街头，我时常恍惚以为我是顾真。没人知道我暗的苦学绘画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，只是因为那样会更像他。像他，似乎就会离贺振东近一些，再近一些。阴差阳错，顾真后来半途而废，再也不会画笔了。反倒是我被捧上神坛，成了笔下会说话的天才。嫁给贺振东的这10年里，也是我的作品最登峰造极的时光。如今那几十幅作品都陈列在雾都最大的美术馆里，我浑浑噩噩地待了近半个月，才在展览即将结束的那天踏了进去。果然如预期，人少了许多。我裹着大衣，如愿轻松地在每一幅作品前逗留。搜寻过燃烧、囚鸟，我停在绽放前，身边有人驻足，同我一样，目光落在那张枯萎的少女脸颊上。绽放，用生命做燃料，却只是一次徒劳的飞蛾扑火。他轻笑，笑意却不达眼底，侧目看向我的那双眼里，像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。这目光让我心生厌恶，毕竟过去的10年里，贺振东总是让我有这种感觉。我往一旁走，他又不紧不慢地跟上，你们很像。脚步不由停滞，我的手指不自觉地微拳。他的声音悠悠传来，顾真说过，你比他更有绘画的天赋，也比他更适合嫁去贺家。他说你天生就有翅膀，不会被困住。我已经开始手心微微出汗。他话锋一转，笑意里满是嘲讽，但他没想过你蠢的会自己折断翅膀，甘心做傀儡。骤然的心脏抽疼，我终于忍无可忍的回头怒视着他。方南，你害死他还不够。话没说完，我愕然地看着不远处脸色阴沉的贺振东，他一步步地靠近，周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，不由分说地扯着我和方南拉开差距来，眼底翻涌的愤怒中却透着几分嘲弄、新鲜感。你们顾家姐妹连找男人的眼光都差不多啊！另一只手却猛然地擒住方南的脖子，直直抵在墙上。轰然的巨响之下，贺振东每个字都有牙切齿的。我是不是说过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？方南却无所谓地靠在墙上，并不挣脱。贺总，你早答应增加一笔投资，我何苦来找他呢？他行逆向我的眼里尽是不屑。你们欠我的是顾真的一条命，多少都不够赔的。我恍惚地听着，眼看贺振东的手在上进，方南面色涨红。等等，我见过方南，在姐姐伴随失事航班尸骨无存时，他出现在顾家过。我头一次见活死人，好像所有的生气都伴随着姐姐而去。他跪在地上，拼命的磕头，磕的额头都是淋漓的鲜血。我只想带走顾真平时用过的东西，衣服也好，随便什么都好。但盛怒之下的父母只是发了疯的捶打他，让人将他架起来丢出去。贺振东已经回过神来，骤然收回手，似是不耐地摆了摆手，你走吧，按你的要求去找我的助理。随行他而来的人在他一挥手后就要抓着方南往外走。我急急地往前2步，等等，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贺振东拦在我面前，铁钳似的一双手攥着我的肩膀，没什么，跟我回去。我奋力地挣脱开来，冲过去抓住方南的衣襟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，把你刚才的话说清楚。心脏砰砰地跳，前所未有的恐慌感几乎让我的呼吸变得凌乱。方南已经甩开束缚，好整以暇地越过我，看着贺振东。上个月在我苦等你那笔投资的时候，我好像想通了很多事。10年足以证明我的确不适合做商人，换了再多的赛道都是打水漂。所以在听说你们要离婚的消息后，我彻底释然了。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自由的人，唯一可惜的只有我的顾真。他抬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当年订婚礼前夕，贺振东很清楚顾真要逃走，接应他从顾家脱逃的人都是贺振东安排的，连机票也是贺振东订的。有什么回声在耳边涡旋，久远到重回10年前的那一幕。隔着门板，我听见了我父母对贺振东低声下气的探寻，要不提前举行婚礼，反正只说贺顾联姻，又没说是姐姐还是妹妹。停滞了几秒，贺振东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的传来，越快越好，我还不想贺家的名声落得和你们家一样地步。方南笑得肆意，你费尽心思娶到他又能怎么样？用10年的时间让他成了整个护城的笑话。被人这样揭穿窘迫的处境，我只觉无地自容。可人无法理解贺振东当年为何要帮姐姐逃婚，为什么是你放走了他，却还来刁难顾家？贺振东紧抿着薄唇，一双手全成拳，许久才轻笑出声，我那时爱的又不是他，是你父母会错了意，想用顾真当筹码。我一趟趟的去顾家，我和顾真做任何事都会带你一起，可惜你从来不正眼看我。
我几乎以为自己耳鸣了，竟然在贺振东的声音里听出一丝不甘。他蜷着的手松开来，落寞地盯着我。我成全了顾真，也如愿娶到了你。可我知道，从一开始你就是身不由己的。顾真的死，顾家的诸多算计，横亘在我们之间，我不觉苦笑。逾越在我们之间的又何止是这些？方兰走过来，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个泛黄的信封，递给我。顾真留给你的，10年前，如果他顺利抵达，可能这封信早在那时就该送到你手里了。信封有焦黄的痕迹，里面是2张过期的票根，附着的小纸条上是顾真娟绣的字迹：心宁，勇敢一点，像我一样才会幸福。贺振东眼神乍暗，一把抽了过去，随即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我，心底的疏离感再次翻涌而上。我缓缓地抬头看着他，顾真其实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那时有多喜欢你。还记得我无疾而终的第一次个人展吗？整个画廊里挂满了我笔下的你，苦涩的笑在唇边浮动，怕姐姐看了难过，我还掩人耳目地挂了几幅给她的画像，当作送给你们交往1年的礼物。我筹备了整整3个月，惴惴不安地把票根放在了姐姐的抽屉里。下楼就被欢愉的气氛迎头棒击。次日是他们的订婚礼，画笔下的语言是不会骗人的。顾真一定早就看过很多次我偷偷用白布盖着的画架，看得到我在描摹贺振东时那些缱绻无处诉说的心绪。现在一切都揭开，我也终于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过了。去坐摩天轮的那次，他恐高撺掇着我去和贺振东一起。等我们并肩下来，他笑盈盈地盯着我看，别说你们俩这么瞧着还有点般配。我瞬间脸红耳赤，以为隐秘的心事被姐姐看穿了。贺振东却在一旁避开了眼。顾心宁，我俩拜把子还差不多，语带轻佻，闷葫芦一个，来叫声大哥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我赤红着脸飞快地避开他们，心跳的声音却被涌动的哀愁压制。那次之后，我总会借口作画躲进画室，避开他们的邀约。年少时未能水逆封心，好在贺振东现在用10年替我封得死死的。在迎上他的目光，我已没了怦然，他眼里回过未来的欣喜也转瞬即逝，更多的只剩了茫然和无措。这么说，当初你都不重要了。我裹紧了大衣往外走，贺振东急急地追上来，在美术馆外又一次硬生生地掰过身体面对着他。为什么不说我们有这么多年？为什么不说？非要等到我淡淡地接上了他的话，等到一切无可挽回，感情也都消耗殆尽的时候，是吗？他一时语塞，又徐徐地松了口气，面上久违的释然。倒也不至于，我们现在还是夫妻，随时都可以撤回协议。我轻轻地推开他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拉开距离。可是我想要离开你的想法没有改变过。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就算你刚才什么都知道了，也没有改变。没有。他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阴沉。我缓缓地开口，那一场向你告白的展览没能给你看，我曾经很遗憾。现在这一场展览，我以为你不会有兴趣看的，所以才选了这么远的地方。既然你来了，看看吧。每一幅都是我告别的决心。燃烧是我婚后1个月时画的，囚鸟是半年后我小产时，新鲜是荼蘼的花团，一整个系列铺满了10米长墙，每一幅都代表一个女孩。贺振东的目光不断的搜寻，那只怕我逃跑而紧抓住的手不由得在用力。我逐帧地向他介绍，这是你婚后要我解决的第1个女孩子，喜欢穿白裙，像一朵芍药花。我都称呼他们是你的前任，哪怕是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内出现的。可他们每一个都不是我婚姻的破坏者，从头到尾在蚕食掉我的只有你。他们都是过客，匆匆如流水。我曾以为他们至少比我好一点，或多或少的在贺振东心间留下过痕迹。但看着他越来越迷惘的眼神，我突然对他们产生了无尽的怜悯。不记得了，这个你比较喜欢，在一起快1年多，他穿着婚纱来挽回你。还有这个，因为被我父母撞见去质问你，你为了他截断了顾家好几笔银行贷款。或许是因为这10年里被父母明里暗里提过太多次无理要求，在提起他们时，我心底其实没多大的波澜，但贺振东却不由得手心微微沁汗，许久才说，有吗？我没什么印象，3000多个日夜，数不清的女孩子，那一墙壁的花开了败，败了开，还是迷人眼。我要往毡房走去，他生生拉住了我，眼里是浓浓的无力感，嘴唇微微颤动。好了，不看了，我们回去，我以后都守着你，就我们2个人。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再说一遍。他像是松了口气，一字一顿地又重复了一遍，握住我的那只手逐渐温热。可是我不愿意了，贺振东。他衣兜里的手机不住地震动，每一下都提醒着我，离婚费了些功夫，最终走上了起诉程序。那是我回到护城后的事了。贺振东的车停在我家楼下，就像从前一样，顾家空空荡荡，早不是曾经门庭若市的场景。我走下去，敲开车窗，他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看着我。
你知道我会赢。他顿了片刻，无力地说：我知道，却还挣扎着。赵冉，我断干净了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没提孩子，但我知道贺家父母已经给他安顿好了，那个孩子他们很想要。我轻轻地问他，那么多人都没动心过。他不作声，我想听一句实话。他的嘴唇嗫嚅着，有过不多，也够了。我暗笑自己的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小心思。最后一点，火苗也被彻底浇熄。你说的对，如果娶的是他们，最后也会像我。他神色慌张，以后不会了，没有以后了。他每天吃住都在车里，大概贺家也受不了他迟来的中年叛逆。上门的说客一波接一波，却都不得终结。每个人都劝我继续回去做哑巴妻子。贺家父母派来的说客干脆戳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，你反正也不能生了，这个孩子以后还是你的。门被轰然推开，不知在那站了多久的贺振东脸色苍白。滚！心里最后一丝隐隐的疼死灰复燃。我笑着看向他，你不是早就知道吗？那阵子可能是对顾家的虚所无度厌了，贺振东总是避而不见。我频繁的往返于东西，并没留意到自己身体的异样。那天他回来时已是凌晨时分，浑身含混着香水味和酒气。当我惴惴地把父亲要我拿给他的投资计划书递过去时，他眼里的厌恶像凶猛的野兽要将我吞没。怎么被推倒在沙发上的，又是怎么被扯碎了身上衣物的，后来在记忆里都变得支离破碎。疯狂的啃噬和吃疼后的抽泣几乎是我整晚的噩梦。让他渐渐清醒过来的是那些止也止不住的鲜血如湿了地毯。从知道我们有了孩子到孩子没了，只不过半天的时光。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虽然你威胁他对我要换个说法。我张了张嘴，看着他那复杂的神色，突然不想再说下去了。贺振东，或许我们彼此曾爱过对方，但我们爱对方的时间错过了，再回首只剩了痛苦的记忆。这样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他不作声，只是脸颊上的肌肉分明，头微微的垂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才缓缓地走出去，关门时那么怯怯的。几天后，阔别10年，我终于恢复单身。乌都那边传来消息，我展览上的画都被人一股脑的重金收走，账户上平白的丰厚起来。在听到贺振东的消息，已是大半个月后了。从前在他彻夜不归的时候，我时常通宵的开着电视，嘈杂的声音做背景，好像那座空虚的大屋还残存一点人气。那时我常做噩梦，醒来就收到噩耗，或许是超速后的车毁人亡，又或是更适合上社会版的桃色丑闻。现在听着电话里赫姆的哭叫声，我想梦有时是带着隐喻的。心宁，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看在你和他10年夫妻，来医院看看他吧。心跳砰砰不止，一路上我想过很多种可能，比如走到病房门外，里面爆发出的悲鸣声让人喟叹到底是迟了一步。但病房里寂静无声，贺振东包的严实平静地看着我来了。他只看了我一眼，就扭头看着窗外，阳光和煦洒落在雪白的床单上。他淡淡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这半个多月里，我像之前一样每天去夜店，就算喝了酒也照样不减车速。我身边的女人没有重复过，可奇怪得很，每一个都好像不如从前了。我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时间，距离我去签约画廊还有不到1小时，算上路程，顶多再过10分钟我就该离开。那边好像不是很好停车，或许我现在就该……欣欣，你在走什么？他的声音将我的思绪重新拉了回来，我有一瞬的尴尬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定定地看着我，面上没了从前那种不羁，只剩了落寞。顾真跟你很像，但他总是很专注地盯着我，让我很不自在。余光不自觉的就会往你身上瞟，看你躲闪的目光好像跟我一样心虚。他的话不由得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多年前，那时的3人行的确总是这样的气氛。我好像从小就是作为顾真的衬托存在的，像他不那么规整的影子。避开了他的眼神，我伸手替他掖了掖被角，手却不由得僵在原地。他先下去的那一块被子让我心底一空，他却讪讪的笑，这下没有浪的资本了。我猝然的抬头盯着他，心血往上涌。贺振东，你疯了吗？你还在这照染，为什么开那么快？他放在被子上的手微微颤抖，勾了勾唇角，却再也不能露出半点轻松的笑意来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他是你。他那天是去和赵冉谈判的，荒唐了大半个月，他几乎要被自己的心魔折磨到疯掉。他当然知道父母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，哪怕不那么光彩。他在门口停留了很久，努力地盘算着手头的筹码，那几乎是他最后的希望。只要打发赵冉离开，最好让他拿掉孩子，从此再无羁绊，或许才能心无旁骛地去找我。变故发生在片刻之间，赵冉失足从楼梯上滑落，他推门进去，就看到了整个楼梯上都是斑斑血迹，头脑发热地抱着他上车往医院赶。我只记得他坐在那里一直哭叫着，喊疼，让我去救他。时间重合，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失神。如果那天
我能再快一点送你去医院。如果你说让我救救你的时候，我没有抛下你不顾，是不是现在我们还能回得到过去？车速在不由自主的加码，他甚至忘记了他去找赵冉的初衷。哭叫声和满手的鲜血让他红着眼，咬牙一连闯了数个红灯。那条路好长啊，欣欣，他的眼圈很红，渐渐疲惫地闭上眼，似乎不愿再回到那惨烈碰撞发生的当下。我直到此时才颤抖着手摸出手机检索当天的报道，图片里他那辆爱车几乎看不出曾经的模样，挤压变形成了焦黑的废墟，足以想象得出事故的惨烈。我站起身来，脚不虚软地往外走。贺振东的声音从身后游移地传来：“你还会来看我吗？”我没有回答他。画廊开业的时候，门外送来的花篮排了数十米远，尤为突出的那几个没有署名，但我知道是他，只有他会叫我欣欣。同事每次挪的时候都要调侃我欣欣，叫得够亲密的。赵冉的家人拉横幅开直播控诉贺家的事情，每天都在热搜上挂着，变着花样的希望从贺家最大限度的获得补偿。我每天都会看到或听到关于他的近况，电视里、网络上，他仍是那副模样，只是不羁的眼神变得空洞了。他坐在轮椅上，脸色有点白。只有一次，有人冲过去掀开了他的毯子，空荡荡的裤管像是连同他的自尊一起被剥开晾晒在地上。他怔怔地愣了几秒，才满脸涨红地伸手去遮掩，却越发显得尴尬。不知最后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让步，赵冉的家人销声匿迹了。画廊总是人来人往的，热闹都是那些女孩子带来的，偶尔结伴，其中一个会攀住我的脖颈，向另一个介绍：“成精的贺太太，我觉得你更像她的秘书。”我讪笑着，怎么说，头一回见原配劝别人多要点分手费的，简直是苦口婆心。两个女孩都呵呵的笑，我心底一片沉静。再见面，终于不是红着眼的样子了，却也有那么一些怅然。那个叫赵冉的女孩子，到底还是可惜了。去拿外卖的咖啡时，有个声音叫我。轮椅渐渐靠近，我对上贺振东的那一双眼。天气渐热，他的衬衫领子松开了纽扣，双腿却仍被薄毯覆盖。或许是注意到我目光落点，他有点慌乱地伸手抚平。开业这么久，我还没来看过。他像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个借口，又或是想好的理由到了这里却忘了。我笑了笑，贺总专门订了一间美术馆放我从前的作品，哪还需要来逛画廊呢？我俯下身替他把毯子抻了抻，别再让你的人天天跟着我了。余光也瞥得到墙角引进去的黑衣男子，这状态持续了数个月。贺振东张了张嘴，眼神越发落寞。年轻男子擦着薄汗从2楼的镂空阳台上探出头来，他扫了一眼贺振东，眉心微蹙又舒展开来。欣欣说完快上来，我饿了。我敏感地察觉到贺振东的手一瞬间攥紧，手背上青筋蹦起，不由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好了，别再来了。随即3步并作2步地往楼上跑。才推门进去，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已经掩口憋笑不止，一屋子的人瓮声瓮气地逗我。欣欣，这下前夫要气得好几天睡不着了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却也只能无奈摊手。唯一该庆幸的，那天之后贺振东没有再出现过。几年后，贺振东在手术中多重感染不治，遗嘱里有一项会将永久开放他私人的一间美术馆。画廊的人去了，回来都神情古怪，你应该去看看。我在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踏进了那里。除了我曾在五斗展出过的那些婚后的画作外，我看到了成长期里我的那些不成熟的画作，很多甚至是我不满意随手丢弃的。每一幅底下都有一张说明的小纸片，是贺振东的字迹，许多已年代久远。欣欣作于某某年某月某某日，他好像又进步了。在整个展览走到最后，我看到了一张贺振东的自画像，潦草而凌乱，如果不是他自己注明那是自画像，我一度以为是墨洒了。同样的也附了一张小纸片，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，永失我心，是我罪有应得。